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已经身处新造一个叫曾边村，以曾氏大祠堂为主，边上也有一些其他姓的祠堂。在一个水塘的曲桥上啊，跟大家开始分享我第二段的新造之行。接下去呢，我准备到新造各处去走走。特别要去探访一下原本这个山高皇帝远、地处偏僻地方的一个小镇，看看还有一些什么保留下来。好，我们出发。经过一片还在建设过程当中的区域啊，边上呢就可以看一看啊，对面的这些祠堂和后面的现代的高楼，那也有一些更漂亮的大楼。而这个边上呢，就是新造站啊，一个地铁车站。我的理解应该是7号线的一个地铁站吧，应该直接可以通到广州南站。边上呢就是这么一个小冲，叫曾边冲，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河冲啊。南起暨南大学，北到曾边水闸，最终呢流入立教水道，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地道。所以我在想啊，我不知道这条道是不是可以一直通向前面去。我们在这边随意走走吧。就这些乡镇地方啊，因为通了地铁，周围呢也引进了一些大学，相信呢有更多的年轻人会来到这个附近。那这个古老的村庄呢，很快就会发生新的变化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现在呢，我就在曾边冲边上的一条小道上骑行，我看看这条路可不可以通向更远。左侧呢已经是一些现代建筑了，对面还有一个产业园。感觉呢是一片古老的村庄啊，焕发青春的地方，但是还必须假以时日啊。要想变成现代化的城区呢，应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来到了一个创业园区，但是发现这里无路可走。看来这边的很多街道啊，都在建设过程当中。
那我就原路返回了，还是走到大道上，继续前往新造老城老镇。但是这边呢，已经给人一种新的面貌啊，就把这些旧村老镇改造的过程当中啊，依靠这种大学科研单位，然后呢延伸出一些创业园区，最后呢促成一片新的城区。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的一种规划吧。现在我骑行的这条路呢是新广路啊，我的理解是新造到广州的路嘛。前方呢才是新造镇政府所在地，而这边呢都是一些老镇边上的正在开发的区域。前方有新造医院，我觉得这就有点像一个老镇的边缘地方了，骑到里面去看一看。一个类似卫生院这样的小医院。新造镇政府就在我的右侧，看来还是一个比较低调的政府。就感觉这个老镇呢，这些当地人的生活啊，还没有被过分的打扰，但是呢，随着周围城区的建设，就慢慢的也会不得不改变。想必这就是一条新造的老街了，或者是他们的主要的商业街区。
我来骑一张看一看。和其他的广东的那种小镇的主要商业街道没有什么区别，也没有什么特色，基本上以前的那种面貌几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呢，就是大家为了一日三餐过日子的这种生活的街景。这边呢，看到一个雕着龙的牌坊，李园南约，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地方，也在一条河冲的边上，但这个河冲呢，好像没有什么水，其实就是一个农家菜馆吧。完全是像老式的这种厨房开在外面的菜馆。主要是加工烤猪肉，还有烧鹅等等。好，我们继续在镇里闲逛。穿过一片市场，还有很多当地人、农民吧，应该是在摆卖他们种的一些蔬菜。相信这就是他们的老城区了啊！你看前方有关帝庙，但这个关帝庙呢，看来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修缮呢。我看这边的很多早餐店就像广州很早以前那种肠粉店都是开放式的厨房。这就是关帝庙了。崇德村。这应该是个学校，听到小朋友们那边朗读课文的声音了。门口土地财神，老板就这么供着啊。左边是个学校，建在一个山坡上。这边也有京东快递。这就是新造村庄里面那种小街道了。
我骑一下，我不知道能不能骑得出去呢。路很窄啊。小狗子。你看啊，这些村民的房子呢，真的就是握手楼了。就两家人家窗户里面伸出手来就可以握得住。绣发坊。水巷大街。有些房子已经被判定为危楼了，也有很多已经拆迁掉了。这个地方也恢复成一个祠堂，不知道谁家的。村里的猫猫狗狗。这是村里的一片祠堂、水塘啊，还有几间古色古香的房子。这个地方还是广州市烈士建筑，叫秀发村德悦街的一座楼房。居然无路可走了。左侧呢是他们村民的活动场所。
现在还在这条秀发村里面闲逛。说实在的，我就感觉这些村民呢也是无可奈何，他们没有能力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只能等着时代的变化，随波逐流。刚刚经过右侧的观音庙啊，观音殿，应该是老百姓家里自己供的吧。有时候觉得不可思议啊！你看，这边又是一个大学的校区。我的理解呢，就应该是广州医学院的一个新区啊。然后现在这些大学呢，都是跟这种村庄啊，那种农民的类似城中村的商业街道为伍。就他们的生活呢，基本上除了学校，就是边上这种不入流的商业区。那我就在想，这样的学生啊，他们的眼界一定不会高，他们看到的一片世界和将来他们需要体现价值的地方完全不是一个地方。所以等到他们大学毕业走向社会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有很大的一种落差，当然肯定也会有更大的憧憬啊。你看，全部都是那些农村的大排档，这种餐馆，有大学的教职员工啊，我估计是主要的帮衬对象吧。这个日复一日啊，年复一年的，我觉得还是会有些问题。左侧这些建筑物呢，就全部都是广州医科大学啊，就新的一个校区，包括教学楼、学生的宿舍等等。现在我掉头啊，这条路叫新造路啊，
我的右侧呢就是广州医科大学的校园。看来这条新造路呢也是没有开通的。现在呢，我继续拐回到村里去，秀发村。华阳街、华阳里。哦，这么一回来，又到了刚才那个村前的祠堂了。
一个村套着一个村啊，刚刚出来，好像现在又要进村了。这里是崇德坊，这是崇德村吧。我在新造镇啊，随意的骑行，但是我没看到那些知名的古代的建筑，或者是有名人的祠堂啊。经过了几个村庄，只是散落在这些村里啊，有些古老的房子而已。就整体感觉呢，这个地方是亟待要发展，但是又没什么办法，只能听天由命的地方。或者呢，就是说这里是一个新旧交替啊，甚至有些时空错乱的地方，就那种集中在一块，失去了耕田的农民们啊，只能在他们的宅基地上面起了一些楼，密密麻麻，而腾出来的地块呢，要不就是建大学，要不就是用来开发，而这边的建设呢，都还没有完成。你看这条路呢，到了这边好像又不通了。这里呢起了一大片的楼房，我看这种样式啊，应该就是那些村民准备要回迁的房子吧，但好像还没有搬进来住，或者只有一小部分人搬进来住了。好，我现在呢已经骑到了大马路上了。我相信呢，这个马路中间的隧道就是南大干线。我现在就和它平行来骑行，向着前方啊骑回南村去。
前面这条路呢，就是我刚刚拐进去的路，那边有一个新造站，还有很多新建的祠堂。现在我继续顺着这条刚刚在北面骑过的丰南路，这回是向南骑行啊。前方呢又是很多越秀大学城这样的楼盘。现在这个房地产行业国进民退的这种趋势已经无法扭转，这些国资的企业或者跟国家有关系的这种央企，基本上占了房地产开发的主流，主导着房地产的发展，或者说是一种大势。现在呢，我又拐到这条叫南村大道上了。今天呢，继续在番禺区，就是相对东北边的一块区域穿行。今天去到了2个大学了，一个是华南理工大学的国际校区，刚刚呢又经过了广州医科大学的校区。我想现在我会经过第3个大学的校区，就是暨南大学番禺的一个校区。这3个学校呢，可能都是没有办法在广州大学城占有一席之地，结果呢就在大学城的南边，同样属于番禺区的地方呢，建了他们的分校。除了这几个大学之外呢，今天还去到了一些村庄，像曾边村，其实就在新造的地铁站的边上看到那些重新恢复的祠堂。这边呢就是仿暨南大学本部的一个大门，这边呢是番禺的校区。我们来看看这个暨南大学还是叶剑英元帅题的词，1978年题的词还是非常壮阔的一个大门，应该是放大的比天河那个暨南大学的门要看上去更宽敞一些。所以这边呢，就是我今天在番禺那边骑到的第3个知名大学的校区。那么今天呢，其实就是随意的骑行但是呢，也可以看看番禺那种农村地带的一些变化和没有来得及变化地方。但随着大学，然后各种科技的单位，还有创意园区以及其他的企业的进入呢，这些地方慢慢也会发生很大变化的。那么今天呢，其他的路我们就不再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在这边呢就结束我们今天的2段骑行。我们接下来以后有别的有趣的地方呢，再来跟大家分享。欢迎大家订阅，也谢谢大家跟随和观赏。再见，拜拜。